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记。接下来的2期节目，我将向大家介绍火星探测器，让我们看看人们是怎么样探索这个最有可能成为人类第一个外星殖民地的星球的。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人们就开始用航天器对火星进行探测了，这仅比人们发射月球探测器稍微晚了一点儿。但是，发射火星探测器和发射月球探测器是非常不同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地球到火星的最小距离有5600万公里，是地球到月球平均距离384000公里的约146倍，更是因为月球是地球的卫星，大约每 27.3 天就会绕地球一圈，每个月都有1次甚至2次适合发射月球探测器的机会。而火星和地球一样，也是一颗行星，绕太阳公转，大约每2年2个月，火星、地球和太阳会运转到几乎同一条直线上，这时火星离地球最近，在天文学上这被称为火星冲。火星冲前几个月就是向火星发射探测器的最佳时机，这也被称为火星探测器的发射窗口期。也就是说，每2年2个月，我们才有1次为期几个月的向火星发射探测器的机会。在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分别在1960年、1962年、1964年、1969年这4个发射窗口向火星发射了探测器，但都以失败告终。美国则分别在1964年和1969年向火星发射过探测器，包括64年的水手3号和水手4号，以及69年的水手6号和水手7号。1965年7月14号，水手4号探测器掠过火星，并传回21张火星照片，成为第一个掠过火星并发回探测数据的探测器。水手4号发回的探测数据表明，火星的大气密度远比此前人们认为的低，也没有发现磁场和辐射带，这说明火星上存在生物的可能性比原先预期的要低得多。这些发现使科学家修正了后来对火星的研究方向。后来的水手6号和水手7号也成功的飞掠火星，但是真正对火星开展长时间近距离甚至是现场的观测，则要等到70年代了。1971年，前苏联先后向火星发射了3个探测器，这3个探测器的结构相似，都是由轨道器和着陆器组成，打算在火星表面软着陆。第一个探测器由于设计上的失误，把入轨后 1.5 小时进入地火转移轨道搞成入轨后 1.5 年进入地火转移轨道，最终变成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前苏联为了挽回面子，否认这个探测器的目标是火星，并把它命名为宇宙419号，直到后来档案解密，大家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另外2个探测器被命名为火星2号和火星3号，这2个探测器都成功的进入了火星的轨道。火星2号探测器的着陆器在着陆火星表面时，因为降落伞没有打开而坠毁在火星表面，成为第一个抵达火星表面的人造物体。几天后，火星3号的着陆器终于在火星表面软着陆成功，成为第一个在火星表面软着陆的探测器。着陆成功的火星3号着陆器在火星表面只工作了 14.5 秒，甚至没能发回一张完整的照片，就永远的和地球失去了联系。火星2号和火星3号的轨道器倒是在火星轨道上连续工作了将近9个月，并传回了60张照片和一定量的数据。1973年，前苏联又继续向火星发射了火星4号到火星7号4个探测器，但他们都没有完成自己的探测任务。1971年，美国向火星发射了水手8号、水手9号2个探测器，并尝试进入火星轨道。水手8号在发射升空后不久，就因为火箭故障坠入了大西洋。1971年5月30号，水手9号发射升空。同年的11月14号，水手9号到达火星轨道，并在火星轨道上工作了将近1年之久。水手9号一共发回了7329张照片，观测范围覆盖了超过 80% 的火星表面，还对火星的2颗卫星进行了探测，这为后来着陆火星的海盗号
提供了数据支撑。1975年，美国开始了海盗号着陆器着陆火星的探测计划。这项计划包括海盗1号和海盗2号两个探测器，它们互为备份，都是由轨道器和着陆器组成的。轨道器的主要功能是把着陆器送到火星，为着陆器筛选着陆点，在着陆器着陆后为着陆器提供通讯中继服务。另外，轨道器还会进行一些其他的科研实验项目。海盗号的着陆器就像屏幕上现在显示的那样，它采用铝合金结构，有3个支撑腿。在供电方面，根据地面和水手9号的观测数据，火星上经常会出现沙尘暴。科学家们担心这些沙尘暴所携带的尘埃会覆盖着陆器的太阳能电池板，导致太阳能电池失效，因而没有像普通的航天器那样为海盗号的着陆器配置太阳能电池板，而是为海盗号的着陆器配置了当时最为强大的供电系统，2个钚238放射性衰变电池，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核电池。钚238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放射性元素，是铀238吸收中子后经贝塔衰变而形成的产物，因此具有放射性，半衰期是 87.74 年。从理论上讲，海盗号的着陆器的寿命可以很长，不过由于当时核电池的技术还不够成熟，海盗2号着陆器在着陆3年零7个月之后，核电池出现了问题而寿命终止。海盗1号着陆器的寿命就要长很多，从着陆到后来因为错误操作而导致失联，海盗1号的着陆器一共在火星上工作了6年零3个多月。即便是在失联前，海盗1号着陆器的核电池依然工作正常。1975年8月20号，海盗1号在卡纳维拉尔角使用泰坦3E火箭发射。同年的9月9号，另一枚火箭将海盗2号送入轨道。1976年7月20号，海盗1号的着陆器在火星表面软着陆，并向地面发回了照片，成为第一个从火星表面向地球发回照片的探测器。同年的9月3号，海盗2号也在火星表面软着陆。此时，美国同时在火星上拥有2个处于工作状态的探测器。在海盗号的2个着陆器上都装有探测火星土壤中生命的实验装置。经过这些实验装置的检测，未在火星土壤中发现任何生命，因此在后面很长一段时间，不少科普书籍纷纷向他们的读者宣称，经过海盗号的现场检测，火星上没有生命的迹象，火星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荒漠星球。我就是受这种教育长大的，直到上世纪90年代，火星探测开始回暖，我才知道火星上没有生命这种说法仅仅是一家之言。造成这个误解的原因是，当时的科普书籍并没有告诉读者全部的真相。事实上，海盗号上的实验装置所检测的火星土壤已经达到了 NASA 的某些生命检测指标，也就是说，即使是地球上的某些生命，也很有可能在火星的土壤条件下生存。因此，对于火星上是否有生命，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在火星上发现无可辩驳的生命证据。海盗号的工作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1983年5月21号，随着海盗1号的失联，整个海盗号任务结束，人们对火星的探测进入了一个相对的低潮阶段。整个80年代，只有前苏联在1988年7月向火星发射了2个以火星的卫星福伯斯命名的探测器，福伯斯1号和福伯斯2号，但这2个探测器都没有取得成功。1992年，美国向火星发射了火星观察者号探测器，但它在即将进入火星轨道时失联。1996年，美国的火星全球勘测者号和火星探路者号探测器发射升空。火星全球勘测者号轨道探测器环绕火星轨道飞行，它一直工作到2006年，不仅对火星进行了广泛的勘测，还成为火星探路者号以及后来的勇气号和机遇号与地球之间的通讯中继卫星。火星探路者号探测器是继海盗号之后21年来第一个成功在火星表面软着陆的探测器，
它由着陆器和人类送上火星的第一辆火星车旅居者号组成。1996年12月4号，搭载着火星探路者号探测器的德尔塔2火箭在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升空。97年7月4号，火星探路者号在火星阿瑞斯谷着陆。不久后，旅居者号火星车开始工作。旅居者号的质量只有 11.5 公斤，由于体型小巧，旅居者号没有像海盗号那样使用核电池，而是像普通航天器一样使用了太阳能电池板，这使得它不可能达到像海盗号那样的寿命。旅居者号有很多让人不可思议的地方，最让人感到惊讶的就是它的主控计算机。在英特尔奔腾32位处理器已经推出3年后的1996年，旅居者号火星车控制计算机的中央处理器竟然使用的是英特尔公司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发出来的8位的8085处理器。这种处理器对硬件的要求甚至比 IBM PC 机上使用的8088处理器还要低。至于 NASA 选择这款古董 CPU 的原因，我想低功耗、高可靠性、强化的抗辐射能力和宽范围的环境适应能力肯定位列其中。在存储方面，旅居者号只有可怜的 16K 可编程任务， 176K 的普通任务。在内存方面，旅居者号也只有64加 512K， 这 64K 用来存储主程序，其余的 512K 用于存储资料。这样的存储容量对于我们现在动辄几 T 的存储空间简直是不能想象的，倒是和古董的 CPU 非常般配。旅居者号还可以通过调制解调器和火星探路者号着陆器进行数据沟通，不过速度只有 9.6K， 传一张照片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就不要考虑传输什么视频了。这么低的传输速率，我的观众里可能有不少朋友连想都没有想过吧。但旅居者号就是凭着这么低的硬件配置，不仅完成了全部的预定任务，而且工作寿命远远超过原来计划的7个火星日，竟然达到了约83个火星日。而且在这83个火星日中，旅居者号至少行驶了100米。要知道，电磁波从火星到地球至少也要用3分多钟，往返就需要超过6分钟。在这么长的延时下，根本无法指望通过地球发来的指令来应对突发的情况。所以这100多米的行程，旅居者号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在自主航行的，这可以算是自动驾驶的早期尝试吧。1997年10月7号，地球最后一次收到来自旅居者号的信号，火星探路者任务就基本终结了。火星探路者任务本身不仅获得了大量的火星表面的数据，还对后续的火星探测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诸如气囊软着陆、自动回避障碍、火星车等多项技术后来都被广泛的应用到外星探测器上。1998年年底到1999年年初，美国又先后发射了火星气号轨道器和火星极地登陆者探测器，准备对火星进行进一步的探测，但没有取得成功。除了美国以外，日本和俄罗斯也在90年代向火星发射了探测器，同样没有取得成功。进入21世纪后，也许是受到火星全球勘测者号和火星探路者号探测器成功的鼓舞，人们对火星的热情似乎又重新燃起。美国、欧洲、中国、印度，甚至阿联酋等许多国家都加入了火星探测的队伍。马斯克更是提出了在本世纪中叶开始火星殖民的设想。本来还想继续向大家介绍21世纪的火星探测器，但看到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所以暂时打住。在下期节目里，我会继续火星探测器的话题，向大家介绍21世纪的火星探测器，欢迎大家继续观赏。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